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没有亏钱了吗？哎呀，各位观众，各位面粉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币安拔网线了，你们知道吗？哎，这个事儿昨天搞得面具人我差点吓死了，很多人的钱取不出来。哎呀，这个事情咱们放在今天节目最后讲啊，因为这个事情是牵扯到你们钱袋子的严重问题。哎，这次拔网线搞得真的很严重，昨天搞得我都头疼了，钱拿不出来。在今天节目最后呀，我顺便会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够让大家稳定赚钱、没有风险的商机。好，咱们先来说币吧。最近币圈真的是一片哀嚎呀，比特币腰斩，以太坊腰斩，其他的币呢，不是腰斩就是归零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各位观众，面具人，我之前是不是说过了？前几天你们有幸看到我节目的，都可以给我作证啊！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们了？这段时间要以悲观为主，要以现金为王，不要乱操作。大家留好现金，回家好好过年啊！该找妈找妈，该找老婆找老婆，该吃年夜饭吃年夜饭。那至于被封城的、不让返乡的，那你就自己一个人空虚寂寞冷的过个年，也总比空虚寂寞冷过年在家没钱亏钱更好一点嘛，是不是？总之呢，这段时间以悲观为主，同时呢，我也在我的会员群公告里面给出了公告，我说目前呀，这个行情想要盈利5%都很难，甚至3%都很难。这段时间操作什么币都很难赚到钱，并且呢，这个市场还有整体向下跌的可能性。这是我好几天之前给大家警告过的啊。我们来看比特币啊，来看图，我们来回顾一下比特币这段时间的走势啊。12月的时候，比特币基本是维持在5万美金左右。我当时就说了，5万美金跌下去就跌下去了，直接就给你往下跌。结果呢，你们看到了1月初的时候，比特币就已经跌到了4万多了，并且呢，在4万3左右。有向下跌的趋势，在4万3左右挣扎来挣扎去，最后呢，你们看啊，终于在4万3的左右挣扎不下去了，把大家所谓的那个跌破点啊，什么支撑位啊，4万整呀，都给跌下去了。我早在1月8号、1月10号，包括之后的几期节目，都已经警告过你们，没有什么支撑位不支撑位的，你信那套玄学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要迷信那玩意儿。你所看到的 K 线都是由无数笔交易堆积起来的，那所谓的支撑位，说跌破也就跌破了。目前比特币呢跌到了35800啊，刚才又跌到了34000了，是吧？以太坊就更惨了，2500块了，2400块了，甚至有往2300、2200去的这个可能性。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市场既然都跌得这么惨了，还会不会继续向下跌呢？其实，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啊，比特币跌到了39000、38000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调低自己的心理预期了。但是有更多的人还觉得，跌到39000、38000已经是支撑位了，跌不下去了，要开始反攻了，牛市要回来了。很多人就在这个推特里面呀，在 Telegram 里面就发了一些什么那个短句啊。那个洗脑的短句，什么牛归速回啊，可以买入了，可以做多了，对吧？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都看到过这种话，然后呢，剧本就朝着大家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对不对？你们都看到了38000、39000继续往下跌，别怪面具人，我之前没有警告过你们啊，我已经连续出了好几期节目，我告诉过你，38000、39000都只是小儿科啊。比特币和以太坊再度暴跌，那为什么会这样呀？来，面具人，我今天继续给各位分享干货，来预测一下接下来的市场行情。你们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对你接下来避雷、过个好年不亏钱是非常有作用的。你们有不信的，可以问一问前几天有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节目的观众啊，你们可以问问他们，是不是因为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节目了，然后呢，躲过了这一次的避灾？你们看看这些留言，对吧？面具人，我从来不刷流量，刷那些假留言、假点赞啊，这些留言都是真的，你们可以问他。所以呢，各位看面具人的节目一定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因为你只有打开了小铃铛，你才有可能及时的第一时间的收到面具人的赚钱以及让你避险的消息。
如果说因为你没有订阅面具人的频道，而导致了你错过了面具人我提供的赚钱消息以及让你避险的消息，而导致了损失，那别怪我啊。然后呀，我看看啊，这个月面具人奖励$1000转账的新年大奖大红包，还有8天就开奖了。各位抓紧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奖了。OK， 咱们来讲正题啊。那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比特币、以太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还会不会继续向下跌啊？面具人，我个人的观点是，加密货币市场在去年和前年都有2波小高潮，并且呢，这个小高潮都让很多人获利了。但是万事万物都有其均衡之道，这币一直涨，一直涨，大家都赚钱，那我就问你，钱从哪儿来，对不对？你在币圈赚的钱，永远都是后面人给你供的韭菜啊！你赚钱就代表别人亏钱，明白了吧？大家仔细想一下啊，币的市值变大了，币价上涨了，那这个币价越涨，后面人他的恐惧心理就会越高，后面人追高的难度它也就越来越大，后面的人也就越来越不敢买了。大部分人追高是在一个币爆破向上涨的过程中。可是呢，一旦它涨到了一定高位了以后呢，很多人就不会敢买了。所以呢，币的市值越大，币价越高，那么造成上涨效应的难度也就越大。所以呢，隔一段时间砸一次盘，就跟全世界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大浪淘沙，有人获利出场了，有人被割了，对吧？你只要炒币，这个币产生了涨跌，那就会有人被割韭菜。也会有那些高位被套牢的冤魂，打算死扛到底的人。那这种高位被套牢的冤魂，一直没有割的，一直死扛到底的人，这些人就是币价上升的阻碍。如果说机构自己垫钱拉盘拉上去，那机构的钱就会被这些人解套，就会导致机构自己亏钱。那你们也都是看到了，币价的涨跌并不是以散户为中心的，并不是散户可以左右的，这些阴线阳线都是机构画的，对吧？散户要是有能力拉盘或者砸盘，散户早就拉了或者砸了，对吧？散户们与散户们之间是很难达成共同的步调的，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统一的资金去搞事情，只有机构能，明白了吧？那甚至有些机构左手倒右手，左手买贵了，右手贱卖了，钱始终都在自己的口袋里，但是呢，那个线它是给你画出来了，听明白了吧？机构拉盘砸盘，这中间的学问非常多，而且涉及的面和阴谋都比较多啊。我只能在今天啊，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给你们浅层的去讲一讲，你们理解到这儿就已经足够用了啊。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比特币、以太坊接下来啊还是有可能要跌？为啥？因为还没有造成足够多的人割肉把筹码交出来，并且呢，有些人呢，还想认为啊，这个牛来了，这个熊结束了，做多赶紧，马上跌不下去了，支撑位了，现在要反弹了，这种人还不少嘞啊，市场的恐慌指数还不够，对不对？所以面具人，我告诉大家，接下来呢，还是有可能再跌一段时间，而且呢，这个跌幅啊不会太大啊，并且呢，它是横一横再跌一跌，横一横再跌一跌，这个东西就是心理博弈啊，它就要靠这个以最低的成本去击穿你的心理防线，让你把钱亏掉，让你把肉割掉，明白了吧？至少它都要横一横跌一跌，跌一跌横一横，因为它要造成足够的心理压力，让上面的那些高位套牢的钢铁人啊，始终不割肉的人，让那些冤魂自割啊，以此来消化掉庄家们拉盘的阻力，才能再度制造牛市。他拉盘没风险了，他就可以奔放的去拉了。如果说他拉盘有风险，他就不敢拉，明白吧？庄家们、机构们，他算账算得精得很，他始终都要以最低的成本达成最高的效应，造成最大的上涨的感觉，并且呢，给自己降低最低的风险，用最高的上涨效应来吸引韭菜，开启一轮新的牛市，让大家觉得，哎呀，涨了涨了，赚钱了赚钱了，买买买，以此呢，再开启一个新的循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被割了，大家又都被砸下来了，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会想，那些上面套牢的冤魂，他始终就是不割，他始终就是钢铁之心，牛逼到底。那些冤魂们不自割怎么办？不自割很简单，那就再给我砸盘，狠狠的砸。我们来看啊，距离上一次比特币见底的$28,000左右是6月份的时候，距今也已经有半年之多了。其实，在这段时间，很多人手里面都已经有足够的筹码了，并且呢，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新鲜韭菜。那么这些韭菜都是要被割掉的，不把它割掉，也要把它废掉。听明白了没？要给它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这就是机构们的心理博弈，庄与散户之间的斗争啊！你要能想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你才有可能去赢他。本身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对战。你不要说什么看 K 线呀、画 K 线呀什么什么的，这些玩意儿都是人家计算好的，展示给你看的，听明白了吧？你唯一获胜的可能性就是算准他的心理，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就像面具人，我长期以来都判断的比较准的，我就是因为，我是搞心理学的呀。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哦，对，6个月之前，比特币最低跌到了$28,000左右啊，对吧？那这一次的低点究竟在哪儿呢？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很有可能是在上一次低点的$28,000的基础上，再加上个15%到20%，就是这一次大跌的底儿了，差不多就是32000、33000、34000的区间。34000可能有些乐观啊，你悲观一点，往32000去看，基本上就是这个区间了啊，因为半年之间啊。确实会产生一些垃圾资金、沉余资金以及一定的膨胀，它是很难再跌回有些人在网上传的那些要跌到21000，要跌到25000。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啊，如果要跌到那个程度，他上一次就已经会去那个程度了，上一次基本上已经是他上次能砸的极限了。那这一次的极限大概率是比上一次要高一点点，大家按照这个比例去衡量就行了。至于以太坊和其他的币种，也可以参考这个浮动。那至于垃圾币，那你就赶紧抛吧。有些币该归零的归零，你该割肉的你就赶紧跑吧。留点钱总比一分没有要好得多。那这一次面先知，我判断整个市场的走向能否像往期一样还如此的准啊？还是我那句话，我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不信咱们走着瞧。你不要信那些什么画 K 线的、马后炮的、看图说故事的人啊，某些大人呀、大神呀，对吧？天天给你往上画、往下画，好像整的他跟灭霸一样，神笔马良一样，他神笔一挥啊，天下霸业尽在掌中，对吧？做梦呢还没睡醒呢，你画画线就能改变世界现实了？可能吗？那些看图说故事的人，有几个人能像面先知一样，能做到在涨之前说，跌之前也说？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你面先知啊！我的会员，包括我的观众，可以留言给我作证啊！这段时间看我的视频，该涨的、该赚的，有没有赚到？大头鸡10倍是吧？该跌的、该跑的，让你们不要玩的，是不是避险了？尤其是会员啊！好，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重磅话题啊，那就是币安昨天拔网线的事儿。我个人觉得吧，这个事儿真的是太恐怖了。昨天我差点有几十万取不出来，你们看图，币安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只能存钱不能取钱了。昨天几乎所有的链条，包括 ERC20 啊，它这块显示是错误的 ，ERC20 也给暂停了。面具人，我把所有的链条都试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币都提不出来，什么币都不给提。我说拿提 USDT 不给提，我说来提 AVAX 不给提，我买成了 Matic 提，还是不给提。隔了一晚上加一个早上，到下午才恢复。这中间有一个大套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给你们揭露出来，我说出来能吓死你。而且昨天晚上不是我一个啊，如果是我一个，我更害怕。我告诉你，那肯定是币安准备黑吃黑我了，因为我老喷他嘛，对吧？看起来呢还不止我一个。我在会员群里面，包括我的公开群里面问了好多人，好多人都是把钱拿不出来。我估计是这2天砸盘币安砸得太嗨了。币安拿大家的钱，拿大家的币去砸盘了，砸完盘了以后呢，这个资金还没来得及交割，这些庄家们、机构们、交易所之间还没来得及分赃呢，钱还没转过来呢，但是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现在没钱给大家提了，所以呢，他就不让大家提，把大家憋在交易所里面，
让你再看好那些恐怖的线往下跌，二半夜的你又啥都不能干，让你看看这些线，这些红线一直往下跌，吓唬你，把你吓唬的，哎，没办法，算了，卖吧，卖吧，割吧，割吧。这也是一种常用的心理交易战术，明白了吧？大家记住，币安它只是交易所，它自己是没有任何产能的，它自己是没有钱的。币安、火币这些交易所，它拉盘砸盘都用的是我们这些储户的钱，明白了吧？跟银行是一个套路。但是大家想一下啊，币安昨天不让你提钱。它既然昨天可以，前天可以，519的时候还可以拔网线，每次大跌的时候都拔网线，拿咱们的钱去砸盘，去操控市场，啊，它昨天不让我提钱，万一明天后天又不让我提钱了咋办？而且呢，说严重一点，给你扣一个帽子，说你的钱是不明资金，说你洗钱，说你有违法犯罪行为，说你图谋不轨，把你这个钱就彻底冻结了。然后呢，你的钱就取不出来了，把你的钱不给你了，你在里面存的几十万、几百万、几万啊，少一点几千块，那也是钱呀，就拜拜了，你也不可能要得回来。哎，那有些人说，哎，币安他是大公司呀，他把我的钱抢走了，不让我提了，我可以告他。来，观众朋友们，你来，你给我告一个试一试。你说你的钱被封了，少了5、6万、7、8万、10来万，哎，你划得来跟他打官司吗？啊？你去加拿大告赵长鹏去，还是去美国告去，还是去中国共产党告去？你去中国共产党告，你一告先把你抓起来啊！我党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让炒币？我党有没有告诉过你防止非法诈骗，防止这个非法集资啊？你说你咋告赵长鹏？你告不了，对吧？好，有些人说，哎，老子有钱，老子几百万被币安卡进去了，我今天就要弄死他赵长鹏。行，你要讲法律是吧？来，我让你请世界最好的律师。你的钱还是拿不回来，你说你要告币安，不好意思，告不了，因为你在注册币安软件的时候就打勾同意了，最终解释权归币安所有，就凭这一句话，币安封你的钱就不犯法，币安抢你的钱就不犯法，明白了吧？白花花的银子呀！哎，面具人，我有时候就在想，哎，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我在币安放的钱多了，我真的是睡不着觉。啊，现在我不敢给币安放钱了，之前我是还给币安里面放点钱啊。我要感叹一下啊，币圈最近赚钱确实比较难，而且呢坑越来越多。但是嘞，面具人我是在思考啊，同时嘞，面具人我也确实找到了一个能让大家稳妥赚钱的事儿，不用冒这么大风险的事儿啊。哎，这个事儿目前呢仅供我的会员测试。哎，光炒币风险肯定是大。除非你跟对人，就像跟面具人的团队啊，总是能找到一些早期获利的项目。但是呢，赚钱的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就像你投项目一样，不能一把全部梭哈进去，说死了你就死了，对吧？你总得要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这个赚钱呀，方法很多很多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说到赚钱啊，其实面具人我又想感慨一下。这为啥中国人赚钱就是难啊？而且呢，中国人喜欢自歌。来，大家看这张图，这个老大妈大家还有印象没？老观众应该知道，我之前发过她讲课的视频啊。她在视频里面很浮夸的说，我们一起要做庄，大家一起做庄赚大钱，对吧？结果呢，你看啊，人家这个老大妈，我看有快70岁了吧？没有70也是60多，快70了啊。没事儿，就是跳跳广场舞，和这些老年人、有钱的大龄妇女啊分享一下吹牛逼经验。然后呢，你看人家这一年赚了几百上千万，结果呢，各位所谓的币圈大咖精英们跟着那些 K 线画家忙活了一年，又是什么 GameFi， 又是 DeFi， 又是 DAO， 又是 NFT， 又是 WEB 3.0， 最后呢？都是亏了个底朝天，踩了一个坑又是一个坑，然后呢，还不如人家老大妈吹牛逼赚钱赚得多，还不如人家搞传销赚钱赚得多。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传销是基本商业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基础社交的构成之一啊。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啊，成功人士都是搞传销的。我问你，蔡英文不搞传销吗？蔡英文不拉人头不拉选票吗？还是川普不搞传销？还是习近平不搞传销？
还是说那个可口可乐的老板不搞传销啊？什么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省代理、市代理，一层一层往下传，哪一个不是搞传销的？我告诉你，不搞传销的是哪些人？工地里面搬砖的、扫大街的、扫厕所的、送快递的，这些人不用传播自己的理念，然后嘞，然后他就只是个搬砖的，只是个送外卖的嘛，对不对？各位观众、各位面粉们啊，我就告诉你，面具人我就是一个大搞传销的人啊！这2年来，面具人的影片已经传销了几千万的播放量了，3000多万、4000万了吧？已经传销出来了13万多的面粉了。已经在整个圈子里面传销出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了，并且呢，每天还有几万的传销能力。各位观众，我是搞传销的，我天天在传销我的理念啊，我的理念也帮到了很多人。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你成功还是我成功，还是那些个送外卖的成功啊？传销咋了吗？作为统治者，当然是不希望你去传销了，当然是不希望你能有巨大的影响力了，当然是不希望你作为一个搬砖的奴才能翻身了，对吧？你就是要老老实实的自我封闭，该搬砖搬砖，该生育生育，该洗厕所洗厕所就行了，不要想着是什么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获得巨大的人员支持啊，去传销你自己的理念，传销你自己的产品，不要，搬砖就行了。所以说呢，赚钱它是一门学问。有些那些个搬砖的、送外卖的、掏大粪的、种地的，认知太固化了，还不如人家一个60多岁、70多岁已经开悟的，明白了人类社交的本质，明白了商业本质的老太太赚得多。所以说呢，想赚钱，先把你的智商提升了再说。如果各位想要紧跟面具人我操作生意、操作金融，以达到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并且呢参与我的会员专属项目，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去报名那些个 K 线画画班啊。祝你好运，再见。